大家好，我是小豪。今天我们来做白白胖胖的大馒头。馒头有分一次发酵和二次发酵两种做法。我先示范二次发酵的做法。普通面粉中加入酵母和白糖，然后分次慢慢的加入温水，你也可以用温牛奶来代替。把面粉拌成絮状，先不要捏成团，这样面团比较好吸收白油。选择用白油是因为它的白色，馒头做出来会比较白。你也可以用其他植物油来代替，油色呢尽量不要太黄就可以了。揉成团即可，不需要揉光滑。盖着第一次发酵至2倍大，已经发至2倍大。看，内部充满蜂窝组织，这就意味着酵母正在快速的繁殖，生了很多酵母宝宝。馒头要成功变大变胖，单靠2克的酵母是远远不够的。现在面团里的酵母已经不只有当初的2克了。你要想做出又白又软的馒头，没有别的秘密，就是揉面的功夫，一定要把面都揉透揉光。把面团揉长，折3折，这样揉面比较轻松。一开始的面团很不光滑，颜色也偏黄，但是揉着揉着呢，你会发现颜色越来越白，揉得越久颜色越白，而且放凉后也不会变硬。尽可能揉10分钟以上，揉透的面团会白1个度，非常的光滑。揉成团，分成小面剂子，这一份可以做4个大馒头。平分一下，以免馒头做出来一些大一些小。一个馒头大约80克，盖上布防止变干。接着一个一个来揉面整形。这一步揉面主要是揉出馒头内部的层次感，让口感更加丰富。像这样往内折进来揉面。揉没几下，面团会破裂，表示面筋断开了。别担心，继续揉，断裂的面筋会重新连接起来，你又会得到一个光滑面。就这样重复把每一个面剂子揉光滑，按照顺序放好。接着来帮第一个面剂子收口，这个光滑面就是馒头的表面，始终不要压到。用拇指压着来收口。大约压5-6次，口基本就收好了。轻轻捏紧，滚圆，馒头就整形好了。我是这样来判断馒头的2次发酵。现在宽度还没有超过油脂，通常不需要太久，15分钟后呢，它们都会变胖超过的。看，一个个胖嘟嘟的超过了，这些是揉面过程中排气不完全而残留的气泡，除非添加面粉改良剂，要不然手揉馒头是很难避免的。水量不需要太多。锅盖我没有盖紧，留一个小缝隙来调整温度。原因是我用电磁炉设定中火，火力太大；设定小火，火力又不够。有蒸汽冒出来开始涮，中火蒸15分钟。蒸熟后先焖3分钟。咦，怎么3个好好的，只有1个起泡了呢？这些是排气不完全形成的小坑洼，避免不了的，一点点不影响美观。这一个就是问题了，起大泡，还有奇怪的坑洼。
先不管它，留个念想，我后面再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外表不漂亮，来看看内部结构如何。回弹力十足，内部气孔分布均匀，使得馒头放凉后还能维持适当的柔软度，咬在嘴里的口感也是非常的柔软。再来看看一次发酵的做法有什么差别。先来准备酵母水，温水加入糖和酵母。为什么一定要事先准备呢？原因前面有说了，2克酵母是不足够让馒头变大变胖的，必须先让它们活起来生宝宝。刚刚2次发酵法，酵母有1个小时的时间在面团里疯狂的生宝宝。相反的，1次发酵法省去了1小时的发酵时间，因此我们要让它们在水里就活起来，准备生宝宝。一段时间后，你会看到酵母水面有一层泡泡，这就是酵母活起来呼吸排出来的2氧化碳，表示它们已经活起来准备生宝宝了，甚至有一些已经开始生了。然后才接着下一个步骤，跟前面一样，分次慢慢的加入酵母液，拌成絮状后加入白油或植物油，直接来揉面。这时候我们一边把面团揉光滑，酵母们也一边在面团里努力生宝宝，两者同时在进行。所以理论上揉的时间越久，面团除了越光滑，里面的酵母也越多，所以我又多揉了几分钟才开始整形。手法还是一样，揉出内部的层次感，按压收口。1次发酵法，面团的酵母量怎么样都比不上2次发酵法，因此发酵的时间也比之前多了几分钟。拿去蒸，看看结果如何。结果还是跟刚刚一样，3缺1。怎么都是3个好好的，1个有问题呢？这个表面摸上去非常明显，感觉像是被水泡过起疙瘩。还记得刚刚有一个起大泡，还有奇怪的坑洼，我怀疑是锅盖的水滴造成的。内部结构也非常的蓬松柔软，不像是配方和做法出了问题。吃起来的口感也很柔软，但是我觉得2次发酵法稍微更软一些。由于发酵时间长，所以风味更足。为了验证刚刚的想法，我又重新做一批，用1次发酵法比较省时。做个记号。配方、做法、手法、发酵时间通通一样，唯独这一次的锅盖我加了不吸水，一样留缝隙。结果我把缺角补上啦，可以开台打麻将了。来总结一下，1次发酵和2次发酵2种做法各有优缺点，你喜欢哪一种口感就用哪一种做法吧。不要问我是怎么样发现留缝隙的小妙招，就因为经历无数次失败，然后无数次研究，接着无数次的尝试，原来配方没错，做法也没错，错在我太相信我的电磁炉，差点被它带去荷兰。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赞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接收最新视频的通知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